我们今天画这个江南水乡，上一次我们画的是春景，今天我画一个夏天的啊。我们今天画的时候，先调墨，还是先调墨，笔尖的地方，我们在笔尖的地方蘸墨，由近景开始啊，还是由近景开始。你看我们画的时候啊，画近景的时候，画这个建筑的时候，我们注意它的这个块面结构啊，块面结构。先把房顶的这个地方先画出来。你看啊，画的时候我们墨呀，先右边吧，先右边啊。画的时候墨色稍微重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微重一点，哎，让它水分足一点，让它足一点。先把我们的房顶先画出来，你看啊，先画出这个侧面结构啊，先画侧面结构，再画它的这个墙，山墙，你看，这样画山墙，这就是形成一个，看上面的结构，左边一个结构，我们把这个房子怎样画的是这个立体感来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有一个三个结构，对不对？还有右面一个结构，你看，你看。这样画好以后，这就是一个，哎，三面结构，对不对？它就有一个透视的立体感啊。你看，这样以后，你看啊，下来，你看我们先用墨色，我们先用这个浓淡的墨色，下来，先画一个啊，你看，先画个侧面这个建筑结构啊，你看。我们靠近这个水面的，它这个江南的水乡靠近水面的时候，它都是一种这个石头，就是青条石，作为地基的啊。所以我们勾的时候，不要说勾的那么方正啊，不要勾的那么方正，勾的随意一点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勾的随意一点啊。勾的时候，你看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，勾的随意一点，叫它大小，对吧？你看，非常随意的去勾啊，非常随意的勾。看，就这样去勾就可以啊，不用说我们排的整整齐齐的，不用那个样啊，不用那样，哎，很随意的，有大有小，你看这样有大有小，这样去把我们的这个靠近水面的这种轻条石，对吧？勾出来，你看有大有小，勾完以后用淡墨，你看这是一个房屋以后，你看用淡墨。去向下擦一下啊。你看，我们讲的就是擦，擦就是我们把笔侧过来，你看这样侧过来，这就是我们常用的皴擦。你看，这样擦一下，我们这样擦一下啊，擦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屋的这种斑驳，皴擦一下，就是把山的那个
山墙，它这个靠近水面的斑驳感，我们表现出来。下面这个成条石呢，成条石也用淡墨，你看啊，用淡墨稍微擦一下，稍微擦一下，显得让它比较苍老一点，比较苍老一点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前面的一组，我们画这个写意的江南水乡，对不对？这样去勾啊，这样去勾。我们画的时候啊，你看画的时候注意什么？注意前面这个它这个房屋啊，对吧？墨呀，我们让它处理的稍微的重一点，稍微重一点。含的水分，你看啊，也是我们调的时候，你看把水分多蘸一点墨，就是在笔上嘛，我们多蘸一点墨。我们画后边的结构啊，这是一个小的一个侧面结构。我们再画一个啊，上来，你看三角的上来，对吧？这是个侧面啊，这是个侧面，就是左边的一个侧面结构啊。右边，你看，你看我这样去勾啊，这样去勾，你看它就形成一个，对吧？我们只看到了顶部侧面一点的小结构，一个小结构。我们右边结构看到的比较多，我们就让它这个墨的面积让它宽一点，你看，对吧？我让它宽一点。它江南都是齐脊的那种这房顶的时候，我们就画一个三角形啊，画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就是三角形。过来，然后画这个山墙，这样下来，你看，下来以后，这一个结构，这就是它上面这个我们的窗户的位置啊，你看窗户的位置也是啊，竖线，竖线下来，看，勾两个竖线。竖线以后到下边，它有一个，就是说，上面是窗棂，下边是个好像阳台一样的啊，就是我们阳台式的一个结构啊。我们一个画个长方形，画完以后啊，你看上面窗棂怎么画？画了竖线以后，横线，横线，画几个横线就可以啊，画几个横线就可以。画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看我们这个，对吧？这个房檐的它这个角度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房檐的角度，我们画这个窗横线的时候，窗棂上横线的时候，也要和我们这个窗檐就是说这个房檐它这个线呀要平行，要平行，对吧？要平行，你看，对吧？要平行，它这个透视才会舒服啊，才会舒服。然后阳台画出来，下边呢，它有，就是说它是探出这个房屋的地方，我们下边对吧？它有个投影啊，就是暗部的地方，它有个投影，我就用这样淡墨，向下擦一下，你看，我们擦一下，这样擦一下。它下面也是啊，和我们前面那个房屋的建筑，对吧？下边这个青条石，我们也用这个墨线，你看啊，随意的
勾几个小石块啊，你看，哎，对吧？你就随意勾就可以啊，随意勾就可以。我们不用画的，就是说特别齐整啊。哎，随意勾几个小石块儿，哎就可以，和前面一样，对不对？用淡墨啊，你看，用淡墨，哎，这样擦2下就可以。你看，哎，这样擦2笔，对不对？哎，擦2笔，就是说感觉这个在水里它浸泡的时间长，对不对？它这个石块就显得比较苍老，上面有好多这个绿苔啊什么之类的，哎，这样去用淡墨我们去表现一下，哎，用淡墨表现一下就可以。你看我们这个啊，到它这个山墙的地方，对不？也和前面一样啊，我们和前面这个山墙的这个也一样啊，用这个淡墨，哎，向下，你看，哎，这样存2笔，哎，这样存2笔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样就可以。还有他们常见的啊，我们这边不见，就是他们江南水乡有那种，哎，像楼上啊，它有个小的开启的小窗户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就用浓墨啊，用浓一点的墨，哎，在笔尖蘸一点浓一点的墨，你看啊，哎，你看画一个这个长方形的，哎，长方形的，就是说代表一个侧面的山墙那个小窗户啊，就可以。你看，用这个浓墨啊，哎，浓一点的墨，画2个小长方形，哎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样就代表一个，对吧？他们在那个山墙上开的小窗户就可以啊。这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啊，侧面的一个房屋。你看它这个主建筑是后面的这个，对吧？它侧面有一种小的这种侧面的那种建筑。哎，这是右面的，对吧？我们先画右面的完成以后，我们前面是这个墨的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直接用墨啊，我们勾在这个房顶的地方。哎，后面我们要穿插一个线的结构，前面有墨块的结构，哎，后面也有线的结构啊。你看，如果要是你整个是这个墨的结构，它没有变化，哎，我们有个线的结构，你看过来勾一个啊，勾侧面结构，它只是一个这个房角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然后把窗户勾出来，也是啊，竖线，勾几个竖线，然后看我们这个房檐对吧？和房檐平行的勾2个横线，勾2个横线，我们可以画上，对吧？哎，画上这个一层层的铺的这种瓦，哎，铺上瓦，你看它就有了变化。你看前面这是以模块，哎，有模块的这个结构，哎，后边有线的结构，这样互相穿插。哎，到下边也是啊，房檐的下边用淡墨，哎，
把它擦一下，也是啊，你看，把它擦一下。这就是你看，这就有了变化，对不对？那就有了变化。这是向右边的一个方向，然后这个呢，后边这个我们勾线的这个建筑呢，还是向左的，对吧？左右它都有一个变化。你看啊，我们要画右边画完一组啊，我们画这个左边的。你看前面呢，我们是用墨块和线来做对比。到这里以后啊，我先画带线的这个结构，对吧？变化一下。先勾一个线的结构。先把这个结构上面这个三角的结构给勾出来以后啊，你看，勾出来以后，先画这个房顶，你看，哎，先勾个房顶，看定了以后啊，这是向右的，对吧？向右的这种结构。下面山墙，把山墙勾出来。你看，勾出这个结构啊，我们勾出这个结构来，这是房顶山墙，右边这个前面的墙面，对不对？勾了也是啊，先勾它前面的窗户，这窗户也是，看我们勾这边右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几根竖线，对不对？你看几根竖线下来，哎，勾完竖线，沿着我们这个上面这个房檐勾这个横线，勾两个横线。这个小窗户，一个大窗户，一个小窗户，对。下来，你看啊，到下边看我们勾这个，对不对？刚才我们勾右边的时候，勾下边这个地基的时候，看随意的长方形啊，我们勾这个下边这个条石的时候，都勾成这种长方形的大小不等的长方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大小不等的长方形，就是你就是说，比较随意，对吧？我们比较随意的去勾。看，如果我们要画什么呀？你要画这个工笔的城墙那种，你可以一块一块的这个砖去垒，对不对？我们勾这个，随意一点，你看，对吧？比较随意的，你就勾一下，你看越随意，勾的这个我们勾的这个下边这个小石块啊，对吧？越自然，你看，我们随意的勾一下，你勾完以后也是啊，和我们这边一样啊，和右边一样，淡墨。用淡墨这样擦一下，你这样擦一下，你这样稍微擦一下。我们把这个墙面先这样用淡墨擦出来，擦出来。你看到上面，我们勾这个瓦的时候，我们常讲这个要用中锋，你看中锋，
看两个结构线，对吧？两个平行的结构线，我们先画出来了。哎，我们画这个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按这个结构线去画，就一个结构线做个标准，看这样，对不对？下来先勾一个树的结构，你看，这不我们两边有结构线，对不对？哎，就这样勾出来，哎，看这样勾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有两边的结构，它是已经放好的结构线，对吧？你勾的时候，你就按照结构线你去勾，顺着这个同方向的去勾就可以啊。勾完以后，你看画的时候，画这种弧线，有一点弧度的，哎，这种是里边的横结构啊，对不对？有了竖结构，我们再勾一个横结构，哎，横的结构，哎，勾这个一片片瓦的时候，哎，我们要怎么来画这个线的时候，有一点的弧度，不要画成就是说特别平的那种线，哎，稍微的让它有一点弧度就可以。哎，这是前面的一个建筑，然后后边他画的时候，你看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的时候，它这个房屋啊，对吧？它这个房屋就是说房顶啊比较宽一点，哎，比较宽，比较宽，然后它的墙面呢，对吧？都是以白色为主，这个瓦呀都是以灰瓦白墙，对不对？说你瓦呀，你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画的这个房顶啊，哎，稍微长一点、大一点都可以啊。你看到后边的时候画下来，你看我们画这个侧面的时候下来，哎，你看这个结构，它这个侧面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侧面结构，哎，就沿着这个右边这个结构线，我们去处理。哎，我们勾瓦的时候，看有两边这个侧面结构，对吧？侧面结构，我就按这个结构去顺着这个同方向去勾这个竖线，对吧？这样勾不错。下来，哎，先画出这个右边这墙的位置，然后下边就画什么呀？对不对？画这个也是啊，你看画我们这个窗棂、大窗户下来，竖线，对不对？你看还是竖线，竖线，先勾几个竖线，勾完竖线，横进，沿着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哎，同方向，哎，勾两个横线下来，它到下边啊，它到下边就是我们互相，就是这是后边的结构，对不对？这个结构怎么去处理？先把下边，哎，这个小石块勾出来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把小石块勾出来，用淡墨擦一下，怎样把它形成个前后的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前后的结构，我们就用哎淡墨干笔，你看，哎，我把下边让它按下来，你看，
让它按下来。诶，你看这样啊，诶，把这儿我们多擦一下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多擦一下，多擦它以后，你看它就和我们山石结构一样，有了明暗。诶，前面是亮的，对吧？我们把这个多擦一点，它就按下去，就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前后结构。这个我们江南水乡，它好像是沿河修建，对不对？哎，它是沿河修建的，它没有说像我们这边是分南屋北屋，哎，它就是沿河去搭建房屋，一般都是说在靠近这河的地方，它沿河，比如你河是这样走过来，它那个建筑啊就在河两边，哎，去建筑。它就是随着河的方向去盖房子，不是说像我们这边要分南屋北屋。对，我们看勾的时候，看勾把的时候也是啊，有一点的弧度，不要说那么平的去勾，哎，上面有个弧度，这样一勾，哎，看勾的时候，我们上节课就讲那个勾把的时候不，也是要有聚散的变化，不要太平均，对吧？不要太平均，就是说有的三条线、两条线，哎，这样去变化。你看，就是这两条线近一点，这三条线近一点，这样看着比较就是说舒服也自然。不要说我们勾的就和我们分这个块面这个样一样，分成特别均匀一块一块的，那样出来的不自然。你看，按下来，你看这边我们的左边的结构，前面是线，以线为主的结构，啊，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和右边一样，用这个模块去表现。它这个，你看为什么模块表现？它就是说这个结构啊，它就是说透出来的结构，哎，不是那么宽，对吧？哎，比较窄一点，我们就用这个模块哎去表现。你看这个结构比较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用线去表现，哎，有个这个区别啊。下边结构，你看啊，过来，哎，这是个侧面的小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又是个，对吧？三角的，哎，这个三角的结构。到下面，你看啊，到下面以后又一个结构，哎，我们先把这个房顶画出来。哎，你看这个结构啊，这前面的结构，它都是一个单层的房屋。哎，到后面以后，哎，它是个上面有个两层的建筑。下来，你看这个下来，哎，这是个两层的建筑，也是先画这个上面的大窗。哎，你看竖线对不对？记得啊，我们画的时候先画竖线、横线，这边也是，哎，竖线，
勾几个竖线，然后横线，下边它这个阳台的地方，我们用这个淡墨把它擦一下，擦一下。这个投影的地方，就是说我们这个阳光照不到地方，这个投影，哎，让它用淡墨擦一下。下边也是用这个，哎，淡墨。你看到后边的时候，我们用淡墨画一下，画一下下边的青条石。哎，你看，用青条石，哎，村一下，村一下。看我们这个墙面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看都要用这个淡墨，哎，把它擦出那个山墙那种斑驳的感觉。不要说，你看，如果太这个墙来说，对吧？太光滑，显得它没有年代感。哎，我们用这个干笔淡墨，把这个山墙啊，这个墙面这个年代感、斑驳感，哎，能这样擦出来，哎，这样擦出来。我们先把前面这个建筑啊，对吧？我们先画完啊，先完成。上面到后边，哎，这是近景的，我们墨对吧？重一点，哎，到后边到远处的我建筑的时候，让它墨呢，让它淡一点，哎，让它淡一点，哎让它淡下来。哎，这样下来，你看，这样就感觉它就是有个前后了啊。墨的这个，我们这个重画就靠的是什么？墨的这个浓淡变化，哎，来表现这个距离，还有透视啊。用浓淡墨的变化去表现。近处的墨是重的，对吧？近实远虚，哎，近处的墨重，哎，远处的墨淡。竖线勾一个啊，对不对？也是这样去勾啊。然后同方向，哎，去勾这个横线。哎，下面我们勾这个小石桥。原来我们勾石桥都是说，哎，先勾个线，勾出这个石桥来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今天啊，我们用淡墨，哎，今天我们换一种手法，哎，我们用淡墨去勾出这个，把这石桥，你看，用淡墨去表现出来。看一下位置啊，看一下，哎，看啊，淡墨，哎，看，哎，我们用淡墨画出这个石桥。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用淡墨画出这个石桥来。它是后面的，对不对？它是在我们这个房屋的后边，房屋的后边，我们用淡墨直接画出这个石桥的结构。这是一个
这个我们前面那个结构，对不对？它还有一个下边一个暗部结构，你看啊，就桥洞，下边一个桥洞，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你看啊，直接去画出来，把桥洞的暗部我们画出来，看对不对？我们淡墨直接画出这个桥的结构，这个桥洞的地方，我们用稍微重一点的墨色，一笔侧锋把它画出来。画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啊，它这个画出来以后，我们用淡墨去画它的倒影，对不对？画的时候，我们画倒影的时候，你看啊墨呢不要超过我们上面投影的这个暗影的这个墨色，要比它要淡一点，你看对不对？要淡一点。哎，这样去画倒影，我们画出倒影来。然后后面的就是后面的结构，就是说我们桥后面的结构，你看要用淡墨去画，就要用淡墨去画，简单的画出这个瓦的位置，下边画墙，然后你看还画这个窗户的时候，就是竖线，勾两条竖线就可以，勾两条竖线，勾两条横线就可以。让它放在这个桥的后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把它放在墙后边。我们要在这个房檐的下边用淡墨画一下它这个暗影的地方。你看，暗影的地方，你看这样去表现一下啊。就是说，你看上面我们是这个房顶的时候，到墙的地方，它下边让它暗一点，我就用淡墨去擦一下，去擦一下就可以。到后边，你看啊，我们后边的时候，这是近景的这个建筑完成以后，我们到后边的时候，一定要就是说有个什么对比啊？就是虚实的对比。越往后的时候，你看到后面，让它这个虚下来，它这个景致让它虚下来。用稍微淡一点的墨，你看啊，用淡一点的墨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处理的，你看，要是右边我们看到的，就是说结构宽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个墨呢让它宽一点，你看啊，稍微宽一点，稍微宽一点。就是说，在我们这个方向，它能看到的这房顶的位置啊比较宽一点。就右边的结构，只看到这个房檐，所以说就用比较窄一点的这个结构去表现。画的时候宽一点，你看稍微宽一点，再一个窄的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很简单，这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水箱写意的啊，写意的水箱这个建筑。画个三角形，再画出它这个山墙侧过来的结构，这也是
下来，我们加一个结构，加个小结构。看，这是我们侧面的结构。这就是我们靠近，这是河的位置，对吧？我们都是靠在河的位置去开窗，开窗户。这侧过的位置去开窗户。看，就注意我们画的时候啊，先把这个房顶的位置先安排好，就是说向左、向右或者向前，对吧？先把这个结构，先把这个结构我们掌握好以后，你把前面这个房顶掌握好这个结构以后，你再按这个结构去处理下边墙的这个关系，对不对？这墙的关系，你看，你要是向右的这个结构。墙的结构，我们这个前面房顶的它比较宽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宽面啊，处理到右边，这样的处理的宽一点，对不对？你看也是啊，形成一个这个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建筑形成一个结构，形成一个这个透视，有立体感，它就是我们把这个墙顶的房顶的位置给处理好以后，然后再处理这个墙面结构，你看分出。对吧？上边、左边、右边这三个结构，就和我们画山石一样，也分出三个块面结构，它这个建筑就有立体感，就是说不是平的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虽然是我们用墨处理，但是感觉它这个建筑它也是有立体感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有立体感的。你看一个结构，两个、三个，对不？每一个啊也是分的这个三个结构，你看1、2、3，对不对？它是按这个结构去分的啊，就是说这个建筑，我们画这个小房屋啊，都是按这个结构去处理的啊。你看到后边的时候也是，这是一个侧面一个大结构，对不对？这是1、2、3，把三个结构，我们只要能分清，对吧？能分清。然后画这个建筑，你不管画一组、两组，对，画多少组，它也是有立体感的啊，它也是有立体感的啊。我们侧面结构下来，先画这个窗户的位置，受限，受限，下边这个阳台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小的阳台。让它靠近水的地方。前面我们对吧是近景的时候，近景我们可以把山石画的细致一点。到后面以后越远的时候，我们让虚的让它虚下来，到下边我们就不用构这个那么详细的这个山石结构，就用这个淡墨干笔擦一下就可以，擦一下就可以，让它虚下来，就靠近水的地方让它虚下来就可以啊。不，这不是啊，我们画的这是写意啊，画的写意。我们完成了以后啊，向后的时候，对吧？越向后，我们的墨呢，让它越淡啊，让它越淡，由浓到淡，由实到虚，形成一个空间关系啊，形成一个空间关系。处理的时候，你看我处理一个后面的上去，越向上，越向上，就是说我们越向远处去画的时候，它这个是沿着河，对吧？它这建筑沿河，是一层一层的，向远处
下来一个大结构，你看这个大结构，看画出上面一个结构，这是一个结构，这是侧面一个，然后左边有一个，下来，你看，再下来，对不对？让它，哎，你看颜色，我们墨是不是越向后，越向后，它这个墨色呢越淡？哎，让下边虚下来，让它下边虚下来，越向后，你看越向后，让它墨色越淡，看淡淡的上一点啊，哎，淡淡的上一点，这样感觉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平面的这个纸上，但是让它产生这种立体的效果，让它产生立体的效果，就是靠我们这个浓淡墨的变化产生这种空间感，产生这种空间感。你看越向后，对不对？你看越向后，我们的墨呢越淡，哎，这样推的距离，对不对？这样推的距离越远。你到后面，你看很淡啊，很淡很淡的这个墨色，哎，这是我们哎整体的啊，整体的我们这个房屋完成以后啊，这整体的房屋完成以后，我们要点缀的就是树木啊、船只，对不对？到后面，你看，到后面我们一个是处理远处的这个天空，用颜色啊，用颜色我们去直接处理。然后你看，有了我们建筑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中间要有树木穿插，这是有，他看这侧面，对吧？它都有很明显的这种，哎，他们江南水平的这种小窗户，对吧？每一个房屋里边，哎，都有个小窗户。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，你看右边有，左边也要安排一些，哎，小的这种窗户，一起啊，用重一点的墨，哎，重点的墨啊，可以直接画出来，可以直接画出来。后边啊，这上面也有啊，哎，也画一个小窗户，长方形，对不对？你看，都是小的长方形就可以。哎，这上面你看，长方形画一个，侧面画一个小窗户。哎，让它有一个哎阳台，看这样我们勾完了以后啊，这个倒影啊，
到水箱的时候，哎，它都有一个，看前面就我们都前面全都是水面啊，全是水面。哎，水面的时候我们画倒影，侧锋啊，站到在笔尖的地方，我们站上弹幕，你看啊，在笔尖的地方，你看站点弹幕，画这个倒影的时候，你看啊，画倒影的时候，侧锋，哎，把笔呀，哎，把笔我们这样侧过啊，哎，这样去侧过，侧过以后向下，向下这样去，哎，这样去擦，对吧？把笔要侧过来，你看，来看我这个笔是侧过来以后啊，向下，哎，你看，向下去擦，侧过来，你看在笔尖的地方，哎，我们有淡墨到笔肚笔根的时候，它都是清水，所以说你画倒影的时候，哎，它也有了，就是说深浅变化，它墨色也有深浅的变化，也有深浅的变化。下来，你看，就这样画出倒影来。哎，下来，你看在笔尖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在笔尖的地方去蘸墨啊，哎，这样下来，让它倒影也有深浅变化。哎，倒影也有深浅变化。哎，下来，你看倒影我们画的可以让它长一点，倒影的面积可以长一点啊。哎，这样下来，1号小黄车的1号就是老师的那个课程啊，这个60幅作品左右了。我们这个课程是持续更新100节的啊，朋友们。嗯，看我们就是说感觉为什么就是说，哎，感觉说这是就是水润润的啊，这是生鲜，对吧？我们生鲜才会产生这种效果。哎，生鲜产生的效果，它显这种水痕，哎，这种水痕特别明显，你看很明显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种水痕，所以说我们画这个现代山水，哎，用生鲜，就是因为它好多这个地方，对吧？许多地方弹幕的处理，哎，弹幕的处理，你在这个手宣啊或半身上，你产生不了这种效果。你看还有这个倒影，对不对？哎，它产生不了这种效果，就用在生鲜上来采用这种效果。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，对吧？在这个房屋的前后，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树木啊，安排一些树木。画这个树木的时候，它这个因为我们前面那个建筑都是说，呃，以写意为主的，对吧？以写意为主的。哎，到时候我们画后面的树的时候，也是啊，画的轻松点啊，画的轻松点。
哎，我们画倒影的时候啊，注意啊，笔不要太干，也不要太干，稍微湿一点，稍微湿一点，不要太干啊。太干了以后，你产生的只是那种飞白，哎，产生飞白以后，它显得干，所以说尽量用笔啊稍微湿一点，也稍微湿一点，不要太干。你看我们画后面的树木的时候，哎，用稍微的，不要太浓，因为是这个树木是在我们建筑的后面，对不对？哎，在建筑的后面，所以我们画的时候啊，有点湿，湿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看我画的也是啊，你看我画的倒影也是，这个比较湿的啊，你看也是比较湿的。它本来就是水面嘛，对不对？本来就是水面，我们画的湿一点没事啊。你看画后边的远处的树的时候，淡墨啊不要用。你看，它因为是在远处的树，对不对？它是在远处的树，我们画的时候让它墨呢稍微淡一点。你看勾的树枝的时候，看啊，哎，简单的勾两个树枝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哎哎，勾两个树枝，随意一点，对吧？随意一点，哎，勾两个就可以。哎，看，对吧？我们随意一点勾几个这个远处的这个树木啊，它因为是在这个我们房屋的后面，看不见主树干，只看见就是说指头那个树梢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勾一个小这个树枝就可以。到后边的时候也是啊，到后边淡淡的勾两个，你看啊，对吧？哎，很淡的勾两个树枝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随意的，对吧？我们随意的勾两个小树枝就可以，因为树干我们看不到，只看到树梢，就是说把我们勾几个小树枝，代表就是我们树梢看到树梢的部分，哎，这就可以，这就可以。看勾完以后啊，我们用淡墨，用淡墨，我们哎稍微点两个这个点两个小树叶啊，点两个小树叶，因为我们这部分，哎，这部分是什么要最后点彩的地方。点彩的话啊，我们用淡墨做一个底色，我们要用这个淡墨做个底色。咦，你看啊，点两笔，你到后面也要点两笔，因为我们点色的时候用这个淡墨，你作为这个底色以后，这样它点出的色它会厚一点，它会明显一点。就和我们前两天画这个红衣当头啊，对不对？它有一个墨色作为底衬，所以说我们点的那个红点啊，才那么看着鲜艳厚重。所以说，好多点彩的地方，也需要这个用这个墨点儿作为一个底色去作为陪衬啊，做一个衬托。这个可以啊，看我们远处的这个树木，用这个淡墨点一下这个树叶啊，不用点的太密，哎哎点两笔就可以，点两笔就可以，再用淡墨
怕弹幕把这个树枝下边的部分用弹幕去渲染一下，你看渲染一下就可以啊。我们在近景的水面上啊，近景的水面上，我画一个，安排一个小船。你看啊，我们在近景的水面安排一个小船。画小船的时候，你看画小船的时候，我们用常讲我们点景的人物啊、小船，对吧？我们都用中锋，对吧？用中锋调一点墨啊，不要说太重啊，我们不要太重的墨，稍微淡一点的啊。看一下啊，画的时候，我们就画到这个水面上，对不对？画的时候啊，先画船篷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是江南的那种乌篷船，对不对？我们先画船篷，你看，在我们这空白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安排到这个空白的地方，先画船篷。看，先画船篷，把船篷画出来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把船篷画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画这个船的结构。画船的结构，画长方形啊，你看，先画上面的结构，大家注意啊，我们先画上面的结构，再画下边结构，你看，这样去处理。画的时候啊，你看前面船头和船尾啊，对吧？它这个线要平行，我们不要差的太多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差的太多。画完以后，船舷，画船舷，然后上面的船板，我们再铺上船板。这个船篷我们画2个横线就可以，然后船舱里边，对吧？船篷里边，我们用淡墨，涂一下就可以。你看这样就可以啊。看这样子，我们把这个完整的船型画好以后，对不对？然后画它们小结构，就是后边的船桨，对吧？船桨，然后撑杆，把它固定住，对吧？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停靠在岸边的船，所以说我们用撑篙把它固定住。看，这就是个小船啊。画完了以后，对吧？你看我们建筑有倒影，它船呢，对不对？它也是有倒影的。画倒影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要把船舷这个位置要留出来，不要说整个我们倒影的时候紧贴着这个船舷去画啊。画倒影的时候，让它留出一点的空白，对吧？你看，留一点的空白，这样去画倒影，让它有一点距离啊，和船有一点距离，我们再画倒影。这样去画倒影。然后看上面完成的地方，里边还有小结构啊。你看，大家注意看，我看这小结构啊。它这个江南的这个建筑啊，它在墙面的地方，它会有很多这种结构，
你看，大家注意一下这个，你看我们看那个图片，对吧？上面它在山墙的地方，它会有好多这种结构。就是说我们画江南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墙面上，它有很多这种结构，哎，这种小结构，哎，然后稍微的加一下啊，你看稍微加一下，哎，你看我们要加的地方，哎，到我们看就是说，在这个房顶的位置，对吧？我们稍微的用一点，哎，不要很重的墨，对不对？你稍微有一点墨色就可以。加一下小结构，你看啊，就这种小结构。看，主要是看我们这个桥的地方啊，小桥的地方，我们不是直接用淡墨画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干了以后，它的淡墨干了以后，我用这个看，用稍微重一点的墨，勾个小结构啊。哎，你先画了淡墨以后，在淡墨的基础上，哎，我再完善一下小结构。你看，我完善一下小结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了，它这个小石桥，对不对？它这个质感就比我们勾了，你看就比我们勾了线以后直接上颜色，它显得就比较结实。你看，然后里边小的石块用淡墨勾两条线，这可以。哎，想让它，你看，想让它这个房屋啊，显出那种江南湿漉漉的那种感觉。看，我们用淡墨啊，我们用淡墨加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加在沿着我们的这个结构线，你看啊，我加一点淡墨，在这个房檐的地方啊，在房檐的下边，在房檐的下边啊，我加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加一些淡墨啊，加的淡墨。这个淡墨加的时候啊，加的时候，水分呢，我们让它多一点，让它多一点，不要太干，这个笔呀不要太干。你看，让它湿一点啊，让它湿一点。哎，你看这种水灵灵的感觉啊，用淡墨去加，加淡墨的时候，你看我加淡墨的时候，水分比较大啊，水分比较大。
哎，沿着结构，你看就加在这个房檐的下边啊，你看，我们加在这个位置，哎，加在这个位置。不要怕它阴啊，尤其我们画这个江南水乡的时候，它这个淡墨印出来也没事啊，印出点来也没事。看这种水痕、水淋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哎，淡墨加一点，看加在什么地方？看就加在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得加在这个地方啊。到后面都加一点，你看到后面的时候，让它都加一点。沿着我们这个结构线啊，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哎，加一点，这样加一点，这样下来，得靠近水面的地方，对吧？靠近水面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用淡墨呢，加在这个地方，加点靠水的地方，让它这个山石，就是说我们这种靠近水的这青条石，让它黑点儿，对吧？一看靠近水的地方比较潮湿，比较潮湿。你看，你要看我们江南那个图片来说，照片来说也是，你靠近水的地方那种山石都是黑黝黝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那种黑黝黝的，湿漉漉的，黑黝黝的。它因为常年在这个水流在水中这个浸泡，它和我们那个山上裸露的山石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看，过来，加一点，过来，你看都加一点。好像我们下过雨以后，你看，让它下过雨以后淋到山墙上，淋到这个墙上，会产生那种水渍，是吧？哎，你看这样，就是我们染的时候，你看我加的都是加在我们这个房檐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瓦的地方不用加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加在这个，你看，就加在这个房檐的地方，用淡墨，然后哎显一点，你看，用这个淡墨去表现。哎，就好像我们下过雨以后，对吧？墙上烧湿了以后，你看被那个雨水淋到的地方，那个墙啊，它都有这种水痕，都有这种水痕。说虽然是我们画的是写意，对吧？它也是根据好多就是说在大自然经常观察，对吧？观察大自然的这种变化，我们去提炼，对吧？去提炼，研究怎样去表现，对吧？用什么手法呀、用什么技法去表现？
用弹幕，对不对？你看用弹幕渲染了以后，感觉这个江南水乡这种湿漉漉的感觉，下过雨以后，下过雨以后那种感觉。你看我们在这个瓦上，对吧？它比较亮的地方，我们用弹幕，你看，可以去稍微的染一下，它就不像我们开始看那种干的那种感觉。它瓦上，对吧？也是下过雨以后，它这个瓦呀颜色也会变得很深一点，深一点，深一点，我们就用弹幕去染它一下，去染它一下。这个建筑的地方，先上颜色。你看啊，我们先上赭石，赭石里边啊，你看赭石里边加点什么呀？加点弹幕啊。看啊，赭石里边这是弹幕啊。看，调一点赭石，调成这个颜色啊，调成这个颜色，就是赭石里边加了弹幕啊，调成这个颜色。染在什么地方？看啊，染在我们这个窗户的地方，窗户的地方上点赭石，看啊，上一点赭石，接上来，看我们勾窗门的地方，
哎，小窗户的地方用赭石上一下啊。上一下，到后面你看，到后面的时候是不是？哎，我们常讲啊，颜色，对吧？随类赋彩，随着我们墨的变化，那么颜色呢也要变化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要是说墨重，我们颜色重一点，到后边我们那个墨变淡了以后，我们颜色呢也让它变淡点，不要太重啊。你看，随着墨的变化，我们颜色要随着变化。哎，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看着墨的变化，我们去上颜色。上一点，你看就上在我们这个窗棂的位置，就是窗户的位置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画窗户的位置，上一点，因为我们画这个夏天的景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让它发一点，就是说不要说纯的赭石，纯的赭石太燥，太燥了，所以说我们加一点淡墨，这样去上。哎，看到下面的时候，下边青石，对吧？石头的时候，用这个赭石、淡赭石去渲染一下，去渲染一下。哎，去渲染一下。然后你看，剩下就是我们这个墙面留白，对不对？留白，花青。看我们在赭石里边剩点赭石啊，你看剩的赭石里边，哎，我加一点花青，看就剩的赭石，哎，剩的赭石里边，哎，我把花青加一点，对吧？往里边加一点花青，哎，你看啊，我们用淡墨擦的地方，淡墨擦的这个墙面的地方，哎，我们用这个花青染一下，哎，染一下啊，你看，再这样去染一下，哎，淡墨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吗？我们淡墨擦的地方，就用这个淡的花青去染一下，哎，去染一下，哎，去染一下。看，这是我们刚才上那个窗户剩的啊，剩的赭石，我加的花青，对不对？上在我们看墙的地方，就是我们淡墨擦的地方，加在这个地方啊，这个颜色，哎，加在这个地方。下来，看，加在这个地方，到后边淡淡的颜色染一下就可以。哎，染一下，就是染在我们看来，我们用淡墨渲染的地方，我用淡花青再染一下啊，哎，这样就可以，哎，这样就可以。
哎，小桥，看小石桥，对不对？赭石啊，淡赭石，淡赭石，染一下小桥。下面就是我们勾搭的瓦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瓦的地方我们用什么染颜色上？花青啊，看，我们用花青，花青里面加什么呢？哎，加一点淡墨，哎，加点淡墨，调成那种墨青色，对不对？我们常用的啊，这个是常用的墨青色，就是我们画山水画是点叶的地方也是用这个啊。现在我们染这个瓦的时候也是用这个颜色啊，墨青色，就是花青和淡墨调在一起的啊。哎，上在这个地方，看，对不对？上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啊，就是我们勾瓦的地方上一点，上一点，上到这儿就可以啊，上到这就可以。这是我瓦的地方，花青调的这个淡墨啊，调成墨青色，我们去上这个地方。下面我们就是水面的地方，看啊，水面的地方，哎，打湿一下，哎，用清水，哎，打湿一下。天空也是啊，你看我们天空的颜色，对吧？我们也要打湿一下去染天空。打湿以后，哎，用这个废的宣纸，就是我们把多余的水吸一下，就是浮着的水，因为喷了以后它这个水分比较大，哎，我们可以把水分吸一下啊，吸一下，哎，吸一下。天空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染天空啊，先染一个浅色的啊，先染浅色，藤黄，哎，我用藤黄，哎，一点藤黄，加一点朱标啊，藤黄和朱标，浅浅的颜色，对吧？我们不要染天空的时候，颜色一定要怎么？一定要淡一点，不要太重，淡淡的上一点就可以啊。你看，淡淡上一点，天空的位置，你看，染到这就可以啊。一点，淡淡的上一点，看打湿了以后，对吧？我们打湿了以后染天空，它的颜色比较匀，对吧？我们渲染的时候颜色比较匀，它不会说就说那种
一道一道的这种特别明显的那种痕迹啊，哎，特别淡，然后晕染的比较自然，过渡的比较自然。天空，天空我们用这个钛青蓝，对吧？我们用钛青蓝啊，哎，淡淡的钛青蓝去染，哎，淡淡的钛青蓝去染一下。你看它打湿了以后，你看我们染的颜色，哎，你刷上了以后，对吧？染上颜色以后，它自然的就能晕开，它不会说我们染的时候，你干染的时候，哎，它是一道一道的，哎，它这样染出来，对吧？它很自然的就能晕开。淡淡的上一点啊，我们天空上一点。这个颜色对吧？我们这个黄颜色，它是这个黄藤黄和朱标，对吧？因为是我们画的夏天，蓝颜色让它多一点，这黄颜色少一点。我们画秋景的时候可以互相换一下啊，就是说黄的天多一点，蓝天少一点。你看，就这样啊，淡淡的上一点。你淡淡上一点，水面对吧？你看下边就是水面怎么去染，花青对吧？花青、藤黄，看啊，花青、藤黄，调个绿色，哎，花青、藤黄调个绿色，然后加一点三绿进去啊，加一点三绿，哎，这个颜色，花青、藤黄、三绿。我先染水面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先染水面，哎，过来，染出水面来。看，这样我们，哎，染水面的时候，看也是打湿了以后，对不对？我们打湿了以后去染的啊，这样去染。你让它水面呢发点绿色，对吧？发点绿色，然后倒影呢，我们染完这个水面以后再染倒影，先把这个底色染好，就是说我们水面的颜色先染出来。哎，先染水面，染完水面以后啊，再染倒影。再染倒影，你看，淡淡的上一点，远处水面，看远处的水面，让它发一点蓝色，就是说，看染远处的水面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加一点花青啊，哎，一点淡花青染一下就可以。这是远处的水面，到近景的时候，让水面可以发一点绿色，你看可以发点绿色。哎，倒影的地方
对吧？倒影地方我们就用花青啊，用花青加淡墨就可以啊，花青淡墨。花青淡墨，我们染一下倒影。你看，这是花青啊，单纯的花青和淡墨加在一起。我们染倒影的地方，就是倒影也是，像我们淡墨画倒影的地方，我们用这个墨青色，就是花青和淡墨调的墨青色，这样去沿着我们画倒影的地方去上颜色就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染一下就可以。两边倒影，就用这个花青调淡墨去染啊，这样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因为有淡墨做了这个倒影以后，我们稍微加点颜色就可以，加一下颜色就可以。船，对吧？船的倒影也是用墨青色，这样去染，染出倒影就可以。但是这个船，对吧？这个船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上赭石色，对不对？等它干了以后啊，我们再上赭石色，因为你现在上赭石色，它会水分比较大，对吧？它颜色就会跑啊，就是整个颜色就会跑出来。所以等它干了以后，我前一次画的这个啊，上一节课我们画的那个春天那个也是等它干了以后，我才上的赭石色啊，不用上别的颜色，就是淡赭石色染一下船就行，对吧？倒影，你看，倒影就是花青调的这个墨青色啊，花青和淡墨调的墨青色，上下倒影就可以。下边就是树，对吧？树我们先上一个，也是这个花青藤黄，我们调个这个绿色啊，调个绿色，先调个绿色，看调个绿色，调了绿色以后啊，这不我们点的这个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用淡墨点的叶的地方，我用这个浅绿色，我点一下，你看啊，花青藤黄，看调这个颜色，点一下，这样点一下啊，点一下以后，我们这个颜色，因为也是点彩，对不对？点彩的话，一定要等它画面干了以后，我们去点彩，我们再去点彩啊，你看，这样去点，先用这个浅绿点一遍啊，先用浅绿点一遍，点的时候看注意啊，我们到中间的时候，把这个房顶要留出来，你看，这样去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样去点啊，先点一遍啊，先点一遍这个颜色，先用这个浅绿，点一遍，先用浅绿点一遍，点了以后啊，我们等干了以后，我们再点彩，这也是和我们那个春景一样，春景也是，它点桃红也是等它干了以后我们再点的啊，点到后来点的第二遍，这也是我们等它干了以后，你看，这是第一遍，对吧？这是第一遍，我们等干了以后，我再点第二遍的这个绿色，
哎，在这地方颜色，整体上啊，这颜色，哎，就是看绿色，这个树是绿色的啊。哎，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做这个点彩。天空啊，你看我们天空就是这种浅颜色，对吧？不要太重，不要太重。哎，赭石，你看上颜色的时候，你看一定要加这些。你看上赭石的时候，你看尽量我们要加一点淡墨。它这个赭石干了以后，它不像说我们单纯的赭石，就会出现说特别干巴巴的那种感觉。哎，这样出来了，它比较柔和一个赭石。瓦的地方，你看啊，我们瓦的地方干了以后，可以再加一点啊。哎，稍微干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一点颜色。它的颜色干了以后，看颜色就会淡下来很多。哎，我加一下。基本上我颜色，哎，这样就可以啊，这样就可以。等它干了以后，一个是我们穿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上一点赭石，等它干了以后再上啊，上一下赭石。然后就是说水面的这个浮萍，对吧？我们第一幅的时候也有浮萍，哎，我们这个也有画一些浮萍，也是等它干了以后啊，哎，我们其实画这个浮萍颜色啊。在那边呢，门在那边，它肯定不在水对这边啊。对，嗯，你看，你注意啊，他们那个江南水乡的靠近这河的地方，哎，都是把这个窗户开了这个地方。他们就是我们看不到地方，这是这个小胡同啊，或者是街道啊，哎，这是开门的地方。一般靠近水的地方，哎，都是开的那种后窗，都是这样的啊。朋友们，抓紧时嗯，间啊！我要下播了，还有一张卷，刚才没有抢到，刚才有个朋友没拍到的，抓紧时间去拍一下。春夏秋冬画完都会给大家放在课里的啊。对，明天画秋景，后天要画雪景，咱们春夏秋冬都会给大家放到课程里边。我们的课程已经更新了50多幅，将近60幅作品了啊！抓紧时间去抢拍，拍到了课程您可以随时打开，随时去观看了。前面错过的内容啊。也不用担心，错过的内容到课程里面都可以去反复的学习的。就是你觉得，哎，我看到老师就是哪些地方不懂的或者没记住，你就在课程里边去看，需要看哪个啊，对吧？你就打开哪些去看，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。那我们就要下播了啊，就要下播了，朋友们，还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们就下播了啊。对，这个到时候老师把这细节画完以后，给大家放到课里边啊。对，那就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我们课上画的一个
夏天的这个江南水乡，我们做一个后边的颜色调整。你看干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，它这个整体的颜色会变浅一点，会变浅一点。我们需要在调整的时候，像天空的颜色，还有我们水面的颜色，需要再加一点，需要再加一点。所以说，先要把这个画面打湿一下，画面打湿一下，然后呢，打湿了以后，天空、水面全部打湿。打湿以后，我们把浮水，对不对？吸一下，把上面的浮水吸一下。再吸一下。吸了以后，你看啊，把多余的水分吸出来。天空，对不对？天空还是用这个，我们用钛青蓝，用淡一点的钛青蓝去加一下颜色啊，在天空的，钛青蓝，稍加一点。加一点颜色，你看它干了以后，对不对？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变淡很多。我们在天空的地方用钛青蓝。加一点，稍加一点，让它上面的天空颜色略微重一点，到下边以后，它让它渐渐的淡下来，对不对？让它变淡下来。这样变淡一点，变淡一下。天空的一个黄色，对吧？我们天空的黄色是用藤黄调的珠标，藤黄调了一点珠标啊。稍微也加一下，看它干了以后，它颜色都会变淡，我们都要稍微加一点也可以，稍微加一点。这是钛青蓝啊，钛青蓝，然后我们这个颜色是珠标加的藤黄，这是纯的钛青蓝啊，天空是纯的钛青蓝。加一点水面，对不对？我们水面用什么？
用花青调的藤黄，花青调藤黄以后，里面我们加一点什么？加一点三绿，对不对？我们往里边加点三绿。花青藤黄加点三绿，水面地方，你看啊，水面地方加一点颜色，加一点颜色。你看我们第一遍上的时候干了以后，它的颜色就不是很明显。我们再加一下啊，稍加一点颜色。花青对吧？你看啊，花青藤黄加点三绿，它的你看我们要画夏天的一个江南景致的时候，让它偏一点什么呀？偏一点花青这个绿色多一点，花青的颜色多一点。你看我们这个建筑上面对吧？你看建筑上面我们染的都是花青，赭石染的比较少，让水面绿一点，让水面绿一点。倒影的地方，你看染完了以后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倒影的地方，我们用花青，还是用花青，加淡墨，加点淡墨啊，调这个墨青色，把倒影，你看把倒影，我们加一点，倒影是用花青加淡墨调的墨青色，我们去画倒影，再加一下。稍加一下，加完以后，你看，我们这个后边点页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看点页的地方，花青，我们用花青调一点藤黄，调那种绿色啊，调一点绿色，调成这个绿色。染一下啊，你看，点染一下，点染一下，就用这个花青调的啊，花青调的藤黄染一下，你看，稍染一下。我们点页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你看点页的地方啊，我们用三绿，对吧？用三绿和三青这两个颜色调在一起啊，调在一起，我们去点这个后边的点彩部分，就是我们后面的绿叶，用三青啊，三青三绿啊调的这个颜色。我去点后边，你看啊，后边那个绿叶，用三青三绿调在一起啊。三青三绿调在一起。我们画这个夏天的叶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和春天的不一样，我们的叶子画的让它绿一点，不要太跳，也不要太跳啊。
你点这个绿叶子，就用这花青，不是花青啊，三青三绿，不是花青啊，看三青三绿调在一起，调这个颜色，我们去点这个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啊，加一点这个绿叶儿，加点绿叶儿，你看。用这个绿色啊，三绿三青调在一起，加这个绿色，然后再用，你看啊，我们再用这个三绿，这是三青三绿调在一起的啊，这个绿色。下面我们再用三绿，你看，再用三绿，加点白色啊，你看，三绿调点白色，你看啊，再加在这个点的上面，就刚才我们点的啊，三绿三青合在一起的，下面再用三绿加一点白色，再点一遍，你看，三绿加白色啊，再点一遍，就是说在颜色上，你看我们又多一个层次，又多了一个层次，就是说下边我们用这个花青调的橙黄加了一遍啊，然后第二遍我们点的三青三绿调在一起的这个绿色，到上面的这个颜色是三绿加白色，你看啊，对不对？三绿加一点白色，再加一层颜色，你看对不对？又加了一层的颜色。这是我们上面树叶的地方，第一遍底色是花青藤黄调的绿色，干了以后我们上的就把三青和三绿调在一起，上的这个绿色啊，然后到第三遍的颜色的时候，用三绿加的白色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三绿加的白色上的是第三个颜色，就是整个这个树叶是三层颜色啊，记住啊，是三层颜色。当我们下面画这个浮萍的时候，你看啊，我们画浮萍，对吧？也用这个颜色啊，用这个三绿和三青调在一起的这个颜色，我们去画浮萍。画浮萍的时候，颜色呢要等我们水面的颜色干了以后，对吧？干了以后，我们去画浮萍。你这样去画，看，画浮萍，很小的一种啊。画的时候画在什么地方？你看，画在我们这个倒影的地方，它的颜色比较重的地方。你看啊，我们把浮萍画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画在这个地方啊。画这个地方，看，画在我们倒影的地方，画在我们有倒影的地方。
画的时候，你看这个叶子给浮萍，我们画的要有大有小，有大有小，有聚有散。你看画在这个地方，看有聚在一起的，有大的有小的，有聚在一起的。哎，这样啊，这样。这是我们画浮萍啊，画浮萍。浮萍。画夏天的这个浮萍的时候吧，我们让颜色让它重一点，暗一点。你看，我们画春天的时候，它这个颜色是那种比较亮的那种翠绿色。到夏天的时候，我们画的浮萍呢，染色的让它重一点，就是暗一点。这个浮萍是随着季节的变化，对不对？它的颜色也会变化。小船儿啊，小船儿就用赭石啊，用淡的赭石色。对，淡的赭石色。我加了一个小船儿，你看啊，原来是这一艘小船儿，现在又画了一艘啊。淡的赭石，你看。赭石上一点。淡赭石上一点。好的，用赭石把船染一下，对不对？染一下就可以。看它的倒影，你看倒影不明显，我们可以再用花青淡墨调的那个墨青色，再加一下，加一下。你看加一下以后，对它这个倒影就明显一些，也就明显一些。你看后边的竖的地方，对不对？竖的地方啊，我们衬湿，可以衬湿用花青调一点橙黄。你看啊，花青调一点橙黄，调个绿色，衬湿。把我们点液的地方，你去渲染一下也可以。点染一下，点染一下。让它有一种湿润的感觉啊！我们点的叶子让它一种湿润的感觉，让它不是说干巴巴的叶子啊，让它有点湿润的感觉。你看，稍点染一下，是不是它的画面对我们点的叶子，就是说感觉这叶子湿漉漉的，我们用颜色就是趁它湿的时候，点染一下，这就是啊，这就是我们后期的调整，江南水乡后期的调整，就算等它干了以后啊，整个画面这算完成。等它干了以后，我们再提款盖章，这幅作品就算完成。